当中国的银行都开始批量卖房时，你就知道中国的债务泡沫已经炸到无法掩盖的地步了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看到无数个卖房的故事，开发商降价，业主断供，中介跑路。但这一次，轮到银行自己下场当二手房中介。兰州农商行在京东资产平台一次性挂牌200套抵债房，四川农信更夸张，直接挂牌2.4万套房产。连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这样的国家栋梁都在低调清理抵押房产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中国的银行正在变成最大的房东，也是最焦虑的卖家。这些房子原本是贷款抵押物，但现在断供的人太多了，银行收了大量断供房，堆在账上卖不出去，开始慌了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每拖一天，房价都在继续下跌，每下跌1%，抵押资产就蒸发掉数百亿。2025年10月底，兰州农村商业银行名下近200个房产在京东资产平台挂牌，起拍价低到令人心惊。沈府新区的育才一品小区156套房，起拍价普遍在20万元以内，最低的只有8万元。要知道，这个价格在2019年连一个停车位都买不到。经济观察报报道说，这些房产几乎都是抵债资产，产权清晰，债务清除，银行亲自卖。这不是个别现象。京东资产平台数据显示，兰州银行2025年挂牌直售房产1779个，农业银行挂牌649个，吉林银行挂牌2099个，天津银行挂牌1227个，温州银行412个，哈尔滨银行159个。而规模最夸张的是农信系统，广东农信挂牌12386个，四川农信24821个，辽宁农信11369个，贵州农信9539个，吉林农信2374个，福建农信623个。银行卖房已经成了全国运动。一位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坦言，传统上银行处理不良债权有2种方式，要么打包卖给资产公司，要么法拍抵押物。但现在法拍太慢，拍不出去，于是银行干脆自己卖。直售能提高回收率，但问题是没人买。为什么没人买？因为市场彻底冷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7%，二手房成交腰斩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挂牌房源创历史新高，但成交率连10%都不到。整个中国楼市陷入了有价无市的冻结状态。更可怕的是，法拍房已经堆成山。法院因为维稳需要，故意拖延流程，有的案件半年都批不下来。他们怕的不是程序问题，而是社会稳定。一旦拍卖潮爆发，大量房源抛售，将彻底击穿房价，掀起金融恐慌。但市场的力量终究挡不住，房价从来不是靠嘴稳住的。当银行都成了甩卖商，谁还相信房住不炒？在中国，房地产是金融系统的核心抵押品，银行70%以上的信贷都和房子有关。当抵押物贬值，金融系统就失去安全垫。这就像骨架塌陷的身体，看起来还站着，其实已经空心化。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，全国连续3个月未还房贷达到断供标准的家庭高达187万，比2024年增长35.6%。协商延迟还款的还有200万户，已进入法拍程序的约200万套。全国至少600万个家庭陷入房贷危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600万个中国家庭的6个钱包已经掏空，意味着中产阶层正在一寸一寸被剥离最后的资产，更意味着银行收回的不只是房子，还有希望。有经济学家计算过，
假如全国断供率达到3%，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将增加约4.8万亿元，这相当于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近1/5。所以现在的银行不是在卖房，是在求生。他们在竭力掩盖一个真相：房地产不再是金融资产，而是负资产。银行直售房就是这个真相的最具象表现。当房子不再等于财富，当银行不再等于安全，中国经济最大的信仰体系就崩塌了。可是这一切不是突然的，早在10年前，危险就埋下了种子。2015年，为了去库存，政府一声令下，房地产全面上涨，全国人民掏空6个钱包去买房。当年他们说这是拉动内需，今天我们知道那是掘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。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节后拉清单。如今清单开始拉了，只是这张清单不仅是写给地方政府的，更是写给所有买房、放贷、炒地的人。经济规律从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侥幸者。当年的狂欢，如今成了惩罚。过去20年，中国的城市化和财政繁荣都是靠土地滚出来的。地方政府卖地，开发商拿地盖房，银行放贷买房，这三者像齿轮一样咬合，疯狂转动，制造了 GDP 的奇迹，也埋下债务的火药桶。2025年，地方财政收入中超过35%依赖土地出让金，但土地市场冻结了，地卖不出去，政府的收入断流。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暴跌 41.2%， 地方债规模高达 40.7 万亿元，其中超过1/3已经陷入偿付压力。于是政府开始默许银行处置抵押物，用卖房换现金流，这是一种饮鸩止渴。卖一套房就一口气，但越卖市场越冷，房价越跌，抵押物越不值钱。这就是中国金融的螺旋式下坠。银行的报表看似稳健，实则暗流汹涌。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中，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 2.17%， 看似不高，但业内人士估计，真实不良率可能已超过 8%。 原因很简单，银行账面上那些抵押房产根本卖不出去。过去房子是万能抵押品，现在房子成了死资产。就像有人说的，你可以拥有一套房，但没人愿意接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银行的压力爆棚，地方中小银行首当其冲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5年以来，已有21家地方银行爆出资本金不足或被监管接管风险。一些农信社、村镇银行甚至开始压缩取款额度，限制大额转账。那种恐惧像病毒一样，从县城蔓延到省会。为什么法拍拖半年批不下来？为什么银行明明亏损，却要装作没事？答案只有一个：维稳。政府不敢让真相暴露，他们害怕出现房价坍塌、资产缩水、信贷违约、金融挤兑的连锁反应。于是他们拖着等着，希望奇迹出现。但市场的力量是残酷的，不管你印多少钞票，喊多少口号，房子没人买就是没人买。一位东北某农商行的员工在匿名论坛上写道：我们银行仓库里放着几百套抵债房，空置2年了，没人接手，贷款收不回来，房子也卖不出去，大家都在假装正常。这不是个别，这是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真实写照。银行开始卖房，是中国金融去房地产化的起点，而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去资产化的开始。房子再也不是财富的象征，而是债务的牢笼。那些曾经掏空6个钱包的中产，如今正被房贷反噬。根据南方周末的数据
2025年全国断供率已超过 3.2%， 3、4线城市高达 5.1%。有的城市一整栋小区的业主都在弃房保命，他们不是不想还，而是还不起。房价腰斩，收入锐减，工作不保，一切都在崩塌。这是中产阶层的末日，也是房产信仰的葬礼。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是用未来透支换来的，透支土地，透支人口，透支金融。如今一切都到了结算时刻，土地财政崩塌，计划生育反噬，债务泡沫刺穿，房价上天，出生率落地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报应。在西方经济学里，这叫 natural law 自然法则。任何试图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，最终都要付出代价。未来3年，中国的房市不会反弹，因为真正的危机不在房子，而在信心。当所有人都知道银行在卖房，谁还敢买？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，银行花了10年才清掉坏账，而中国的体量是日本的10倍，这意味着中国的楼市萧条期可能长达20年，甚至更长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历史的规律。正如圣经所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当所有人都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的时候，跌就是唯一的出路。2025年的中国就像一场大雪过后，那些被掩盖多年的裂缝都在融化中显形。当人民不再相信房子能保值，当银行不再相信抵押能安全，当政府不再相信维稳能奏效，一个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中国终于到了还债的时刻。